谁能想到1000年前的蔡伦造纸古法，竟在贵州丹寨的深山里玩出了最野的打开方式。他们把造纸作坊搬进山洞里面，让钟乳石当监工，用山涧清泉调纸浆，更敢在悬崖绝壁之下开启作坊，用最古老方法造纸。这里是石桥村，一个把非遗完成山河盛宴的神奇村落。每一张纸的诞生，都是悬崖与溶洞联手谱写的非遗传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龙女，我现在呢已经来到这个悬崖绝壁的这里了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个真的很奇特哈，这么高的悬崖，在下面这边建了这个房子，他们不怕这个会塌下来吗？这没有风险，没有危险吗？看着就非常的危险。而且他们的房子还是嵌在这个悬崖下面的，可以看得到哈，1栋、2栋、3栋，有3栋。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，他们到底是什么造这个纸的。哇，这个悬崖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悬崖上面，它感觉好像是人工开凿的一样的，就一层一层的、层层叠叠的岩石垒上去的感觉。哇，好高哦！这个最起码得有几十层楼啊，50、60层楼那么高哦。哎，美女你好，你们下班啦？你在这里上班的？对。哦，就是你们家的哈。哦，你们家造纸关门了呀？什么时候上班呢？你们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饭吃才来。哦，我们还想参观一下你里面呢。你们可以去到那边去玩，那边有人可以看一下吗？那不去，那边有人的。哦，那边有人哈。哦，这边你们要吃饭去了，吃午饭去了。哦，看看，这边都是那些纸哈。那你们下午不上班吗？上的。哦，就吃完饭了，然后再来是吗？吃完饭要休息一下。哎，要休息一下。哦，这都是就是你们2个自己做，自己的工厂自己做哈。这合作社。合作社哈。那这些纸都是拿来怎么用的？这个是用来做那个，博物馆专用那个修复纸，文物古迹。哦，文物古迹博物馆里面用的那些纸哈。对。那还是比较少见，我都没见过这种，就是跟那些博物馆合作的哈。故宫专用修复纸啊，都是在这里拿的。哦，原来这样的。那你们随便看一下。嗯，好的。走吧，他们吃饭去了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，等他们吃饭的时候才能开门啦。你看这些纸。哦，就是这样子的，难怪是国家非遗项目。原来是这个拿去博物馆里面做那个修复纸的那宣纸，这个应该是放在这里晾晒吧，是不是？迎春纸车间，这就是一个车间里面。你看这个悬崖绝壁上面，感觉是悬在这个上空上面的，随时都会掉下来，感觉很恐怖哎。但是他们这个厂啊，已经开了100多年了，应该是很安全的。我们往这边看一看，这里应该是取水的，因为造这个纸，这个水的要求啊是非常的严格的，所以他们要从那个山里面拉出来的这个水，这个水啊是含有碱性的。弱碱性哦，这个水也是含有弱碱性的，是这个对这个纸有很好的帮助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边，这边就是他们造纸的工间，车间啊，造纸的车间也是。然后这个是一些纱布什么的，就是拿来过滤那些纸的。我们往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有很多水池，这些水池就是他们在这边造纸，要过滤清洗。可能要清洗很多遍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5、6个池子在这边，还有这些应该是拿来压那些纸的
木板哈，很重，非常的重。我听他们说，这个纸啊是用那个构子，就是用那个构树的树皮拿来做的纸。你看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树皮了。这个感觉好像应该再压一压就可以造成纸了。你看，很有韧性的感觉。这个就是那构树的构树皮，看闻一下有没有味道？有一点点味道。这些石头啊，层层叠叠的，一看就是很有年代感了。不愧是100多年的老工厂。看到这边有个大牌牌，大岩壁古法造纸基地，大岩壁，所以真的是这么大的悬崖绝壁上的大岩壁造纸基地呀。这里还有2个非常好看的蝴蝶。哦，这边这个牌牌是，这里还供奉了一个什么？蔡什么？蔡伦啊？哦，蔡伦，我看不见。哦，这边还供奉一个蔡伦的牌位。蔡伦呢是率先造纸的鼻祖，也就是祖师爷，就是造纸的祖师爷，所以他们把它供奉起来。这边看就是有一排的水池了，这些水池都是拿来造纸的，就是拿来清理纸张，就是那些树皮拿回来加工了之后，然后拿来反复的清理干净那些茶渍啊什么的，然后才可以造成一张张那个宣纸。天生桥栓洞往这边走啊，这个又是一个什么4大发明造纸石桥。哦，这是造纸的一些简介。皮纸制作技艺。路面还有一个牌牌，然后我们往这边走。呀，这里有个牌坊，这个牌坊上面有写着古籍文物修缮迎春纸基地，应该是。这边写的一个石桥栓洞古法造纸体验中。走。哇，这个路走到这边来，这里有一个大桥，横跨这几座大山的这个很壮观，非常的壮观。我们在这个桥下面走。这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那个造纸基地。这里有个澡亭，应该废弃了。此时此刻啊，正在正中午1点钟，所以现在非常的热。我戴了一个草帽，又拿了一把遮阳伞，太晒了。哇，快走到这个洞口，这里非常凉快哦。这里还可以做一个研学基地呀，难怪会有一些小朋友的作品。那看到贵州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的，然后这边有写个教学实习的实践基地，就是还是比较好的哦。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风车在这里，哇，这个山洞感觉还是很神秘的，非常的凉快呀，这里面。哟，墙面上这里又有一些作品，这些就是拿一些树枝什么的跟这个纸放在一起的，然后拿来这里晒干就是艺术品了。这里还写了一个福，用鲜花描绘出来的一个福字。这里还有一幅，这应该就是来研学的这些学生的作品。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，人家都下班了，现在没有在工作，就是停在这里
这边都是一些做宣纸的一些工具，拿来洗压纸的那些晒纸的一些东西，还有一些什么盆啊什么的。古法造石体验，就是一个体验区。里面是真的非常的凉快，凉飕飕的一股寒风。这里还有一个水池，应该是拿来洗水池什么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就是纸。哇，你看没？像豆腐一样哎。像豆腐一样垒在这里，好多层纸，做的纸张，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洗的。这个水还有一些纸屑的一些残渣在里面，所以感觉有点浑。下面好几个水池，那这一排全都是。来，我们往这边看看。这个地方真的还有一些感觉嘞，墙面上就是一些斑驳的迹象，然后上面还倒挂了一些石笋啊、石树啊什么的。这里面不知道能不能进去，这里面就有点黑了，然后水从这边流下来，风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石头一看就像个山水画一样。上面有厚厚的绿色的青苔，然后还有一些水从这里流，看，真的非常像山水画。而且下面这些石头感觉有在发光一样，会不会是宝石哟？往洞口看是这样子的一个洞口。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地下暗河，你看这个暗河里面的水不停的源源的往外流，这个水啊含有很高的那个落碱性，这个呢对那个造纸、对那个宣纸啊是非常有好处的，所以他们利用了这个地势还有这些水源呐，造出这么有韧劲、这么好的还有容易保存的这个宣纸。就这样吧，这能不能上去啊？哇，这能上去吗？我想上来看看。哇，是下面的水渠，从这里开过去。哦，这上面还有水滴下来耶！哇，感觉这里有点危险，我们就不要过去了。反正是有点危险，看到没有？有个牌子，所以我们不能进去了。这个里面肯定很危险，里面又黑。我们还是不要进去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这里面空气非常好。哎呀，裤子都要掉了。来的不是很巧啊，现在没有工人在上班，他们下班了，去吃饭了。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山洞，这个地方就是这里，像不像一个人？你们看，这里像不像一个人？就是在这头一个人站在这里，你看这里还有点手，太像了。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洞，就是一个洞，你看里面有点黑嘛，就感觉像一个人站在这个悬崖绝壁上面一样的，非常神奇。这个山洞到处都是有洞的，然后还有这边这个也是，这个上面也是有一层像阁楼一样的，还有这个树就是那个拿来造纸的这个构树，就是用这个树的树皮。然后他们去收购大量的这种树的树皮，拿来累积来做这个宣纸。